哈佛大学的知名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再次站上了科学争议的风口浪尖。这一次，他聚焦的目标是一颗在2025年7月被发现的星际访客 Sun-Atlas。这颗穿越星际而来的彗星引发了他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理论，搅动了天文学界平静的湖水。尽管科学界的主流声音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一团由冰和尘埃组成的常规彗星，但勒布却从它发光的前端读出了不同的信息。他大胆推测，这道奇异的光辉或许不是自然现象，而可能是某种核动力装置的迹象，甚至暗示着某种先进的外星技术。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勒布的观点， Sun-Atlas 的出现都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它为科学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星际化学的真实面貌，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面对宇宙的未知时，科学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来揭开层层迷雾。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场科学辩论的来龙去脉，不妨继续观看本片。今年早些时候，夏威夷的天文学家们通过名为 Atlas 的地面望远镜系统，全称为小行星陆地撞击最后警报系统，捕捉到了这位星际来客的踪迹，为之后的一系列讨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它的飞行速度和运行轨迹的仔细分析，科学家发现它并未围绕太阳运动，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受太阳引力影响的方式穿越太阳系。这一特征成为判断其星际起源的铁证，说明它来自太阳系之外的遥远星空。正因为如此， Sun-Atlas 成为了继2017年奥莫莫以及2019年鲍里索夫特之后，人类有记录以来所发现的第3颗星际天体。它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太阳系并非一个封闭的孤岛，而是银河之中不断接纳旅人的驿站。在2025年7月21日，哈勃太空望远镜将镜头对准了这颗远在 4.46 亿公里之外的神秘彗星，成功拍摄下了清晰的图像。这一举动不仅记录了它的风貌，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视觉证据。这些图像显示出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细节，彗星前方竟然闪耀着一圈异常明亮的光辉，这与我们对典型彗星的认知大相径庭。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彗星那种总是拖着一条由尘埃和气体组成的长尾巴，这颗 Sun-Atlas 的光芒竟然集中在汇合的正前方。这种反方向的光亮现象立刻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勒布眼中，这种光芒的分布并非自然之物的常规表现，而是一个不寻常，甚至可能蕴含深层含义的签名，一种似乎在刻意传递信息的线索。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前方发亮的现象很难用普通的物理机制解释，例如太阳光的反射或天然的放射性衰变，都不足以形成这样独特的视觉特征。相反，勒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种光芒或许来源于某种核动力系统在运行时所释放出的能量，而彗星表面喷射出的尘埃可能是在长时间的星际旅行过程中才逐渐暴露并被激发的。他还特别指出，这颗彗星在飞行轨迹上展现出一种近乎巧合的令人惊讶的接近路径，它在进入太阳系时竟然依次靠近了火星、金星，甚至巨大的木星。这一轨迹在自然状态下几率极低。勒布的计算显示，按照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条精准穿越多颗行星轨道的路径几乎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这一观点无疑为他提出的技术性假设增添了一丝可信度。不过，美国航天局 NASA 及大多数天文学家并不赞同勒布的判断，他们认为这种观点更多是科幻色彩，而非建立在现有证据基础上的科学推论。在 NASA 和众多主流研究者看来， Sun-Atlas 的飞行模式和物理表现完全符合一颗普通彗星的特征，没有必要引入复杂的外星假设来解释。通过光谱仪的观测，科学家检测到了水蒸气、二氧化碳和氰化物等多种成分，这些都是彗星在接近恒星时因受热而释放的常见物质，
符合我们对彗星排气特征的长期认知。因此，从这一科学角度来看，彗星前方的光芒并不神秘，而是天然物理过程的结果，是挥发性物质受太阳加热后喷出的光亮尘雾所形成的自然现象。更具体地说，是太阳的辐射将彗星表面的一挥发冰层加热，使其迅速升华成气体，并携带尘埃形成高速喷流。这些喷流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亮光，从而造就了我们在望远镜中所见的耀眼景象。无论最终是哪种解释站得住脚，Sun Atlas 的发现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每一次与星际物体的近距离接触，都是我们了解宇宙结构的宝贵机会。这些星际访客就像来自外星实验室的快递包裹，携带着他们诞生地的化学指纹。通过分析其物质成分，科学家能够窥探出这些天体在其母恒星系统中形成时所处的环境条件。借助对 Sun Atlas 的深入研究，天文学家们得以将它与本地彗星进行一一对照，从而判断构成生命的基础元素，像水、碳化合物、氨等是否在银河系中普遍存在。这对理解生命的普适性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星际物体罕见得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但它们每一颗都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信息屏，承载着其他星系的物理和化学故事，其科学价值不可估量。这些天体仿佛是别的行星系统在演化早期掉落的拼图碎片，它们所包含的矿物成分和结构线索，为我们揭示其他恒星周围孕育行星的过程提供了直观、直接的证据。回顾过去，在2017年之前，人类从未亲眼观察到真正的星际天体进入太阳系。那一年，奥默默的突然出现，仿佛一位从未登场的演员突然闯入舞台，彻底改写了我们的宇宙认知。而现在，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们就已经记录到了3颗这样的星际来客，从奥默默、鲍里索夫到如今的 Sun Atlas。这一频率迫使天文学家重新思考，或许星际天体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它们在银河中穿梭，就像漂泊的种子四处播撒。在众多研究报告与专家讨论中，目前的主流科学共识依然认为 Sun Atlas 的性质符合彗星的定义。它应该是由冰、岩石和尘埃混合而成的天体，来源于太阳系外，但行为本身却没有超出彗星的范畴。根据目前的观测资料显示，它在接近太阳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气体和尘埃排放，恰好吻合现有的彗星活动模型。阳光使得其表面的冰升华，从而喷射出气体与微粒，形成彗尾。这套解释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它简单、逻辑自洽，而且与我们过去几十年间对成千上万颗彗星的研究经验高度一致，不必另加任何额外设定，也不需依赖外星科技的假设。但勒布坚持认为，科学探索的核心精神就在于开放与质疑。他提醒同行们，面对新现象时，不能仅仅因为主流模型解释得通就给予盖棺定论，应该保留对其他可能性的好奇心与探索意愿。他特别强调 Sun Atlas 在结构上展现出的前向辉光极为反常，再加上它飞行路径恰巧穿过金星、火星、木星等多个主要行星轨道，这一连串的巧合在他看来过于精密，不太像是随机宇宙事件所致。在勒布看来，哪怕这种技术性解释，例如核能驱动的外星探测器，听起来不太可能，也应该被作为一个合理假设被认真考虑，因为科学不仅是验证已知，更是探索未知。他的观点也呼应了当年奥默默带来的争议，那颗雪茄状的不规则天体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加速飞行，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科学辩论和公众猜测，其非常规的行为至今仍未有定论。尽管全球大多数天文学家仍坚持以自然成因来解释这些异常，勒布却始终未放弃另一种可能，即这类天体可能是某种人工制造的宇宙探测设备，是智慧生命技术的外在表现。他的观点一经提出，
立刻引发了科学界激烈的争论，有人质疑其为哗众取宠，也有人认为正是这样的假设推动了科学的边界。这也带来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面对前所未见的数据时，科学应当更保守的怀疑还是大胆的设想。一些科学家提出了警示，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未知现象做出过度解释，尤其是涉及外星科技的猜测，可能会误导公众，损害科学的严谨性与公信力。他们坚持认为，科学主张应当建立在坚实的数据和反复验证的证据之上。贸然提出外星技术这类激进假设，虽然吸引眼球，但也容易模糊公众对科学程序和理性判断的理解，最终可能适得其反。然而，也有一派声音对此持不同态度。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本就源于对不可能的想象，哪怕某种假设目前看来异想天开，也应该被纳入讨论的范围，这样才能防止研究在舒适区中停滞不前，为突破常规预留空间。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勒布个人的理论是否最终站得住脚，而是科学应如何在理性的怀疑与大胆的好奇之间取得平衡。3I-Atlas 的出现正像是一道考题，考验我们面对宇宙未知时，是收起想象还是放飞思维。目前 3I-Atlas 仍在太阳系内继续它的旅程，处于天文望远镜的可观测范围内。各国研究机构与天文台正密切协作，持续追踪这位星际访客的动态，力图在他离开前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与图像。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最新一代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以及全球多个地面天文台都纷纷投入到这场星际侦察任务中。他们通过高精度的光谱分析，逐步揭示 3I-Atlas 的化学指纹，从而了解其结构、构成和可能的起源。目前初步的观测数据已经检测出水分子以及一系列碳基化合物的存在，这些物质与生命的基础密切相关。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持续的监测与后续分析可能会揭示更多隐藏的成分，甚至发现过去从未在彗星中观测到的新元素。阿维勒布还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他认为，除了遥感观测之外，我们或许可以动用现役的深空航天器对 3I-Atlas 进行更直接的探测，这样一来，获取的数据将更加丰富，解释也更具说服力。例如，美国航天局的朱诺号目前正围绕木星运行，具备深空通信与探测能力。又比如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虽然任务有限，但在轨道与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许能调整轨迹，为我们提供接近 3I-Atlas 的宝贵数据视角。当然，现实中操作现有探测器并非易事，受限于燃料余量、当前任务配置及导航能力，这类调整几乎无法实现。但勒布的提议本质上反映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将星际天体视为高优先级的研究目标，未来或许会有专门为此类任务设计的航天器。随着望远镜技术的进步与探测能力的增强，未来我们对星际天体的研究只会更加深入。这些神秘来客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科学突破，带来对宇宙起源与生命传播机制的新理解。即将在未来几年投入使用的维拉鲁宾天文台被誉为天文学的新眼睛，它将拥有超广角的天空监测能力，预计能在更大范围、更高频率下捕捉星际天体的踪影，这将极大提升我们发现此类天体的机会。如果我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记录了3颗此类星际物体，包括 3I-Atlas 在内，那么它们在银河系中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估计。将来，科学界可能会发起专门任务，设计可以主动接近甚至拦截这些星际旅行者的航天器，进行面对面的科学考察。这类任务的潜在影响不可小觑，它不仅可以解答关于宇宙物质分布的核心问题，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行星系统、生命来源甚至地外文明的认知。如果未来的研究证实，大多数星际物体其实都是彗星，
那这将揭示一个令人激动的事实：我们的银河系遍布着富含水和有机物的冰冻块地，每一颗都可能在宇宙不同角落播撒生命的种子。这一发现进一步强化了一个越来越被科学界接受的观点，让行星具备生命潜力的关键要素水、有机分子、适宜温度很可能不仅限于我们的太阳系，而是银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如果未来有一天，哪怕仅仅有一颗星际天体被证实为人造，那将不仅是天文学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我们首次获得了地外智能存在的物证，它们或许早已在宇宙间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截至目前，所有观测数据和分析结果仍然与自然形成的彗星现象高度一致。科学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仍然倾向于以最简单的解释为优先，这是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围绕 3Atlas 的激烈讨论也充分说明，即便大部分数据看似正常，但只要出现某些不寻常的现象，就可能成为推动科学思维拓展与理论更新的突破口。正是这些例外，引导我们去探索新的科学疆域。不管它最终只是又一位冰冷的星际流浪者，还是隐藏着更复杂的奥秘，这颗天体的出现都在提醒我们，宇宙远比人类曾经想象的更加活跃、多样，充满惊喜与未知。3Atlas 作为一位来自异星的稀客，带着另一颗恒星系统的历史横跨光年而来，它极有可能是颗彗星，但它所承载的信息却超越了一般彗星的意义。然而，它那异常的前向光芒，就像是宇宙发出的一道谜语，引发了无数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与推测，也点燃了公众对外星文明的无限遐想。无论最后的答案是平凡的自然现象，还是非凡的科技遗迹，3Atlas 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宇宙不仅浩瀚无边，而且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惊奇等待我们去发现。请继续关注这一令人着迷的故事。3Atlas 或许只是个开始，未来的天空中还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星际信使，它们将不断挑战我们的知识边界。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位闯入太阳系的星际访客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宇宙、生命甚至自身文明的理解。它可能不是彗星，而是答案的载体，改变一切的那一颗星。